疯癫女人第一天来到旅馆住店，然而当天晚上就被房东锁在屋内。本以为插翅难逃的她，结果半夜却双眼发黑的出现在走廊里。恶灵旅店再次迎来新的客人，然而当梅拉蒂第一眼看到女人时，就感觉对方有问题，但还是给对方留了一间房。很快，前台矮子带着女人来到了2楼，结果女人却对墙上的画像产生了兴趣。随着女人的注视，画像竟然出现了诡异的变化。然而对此她只是扶了扶眼眶。随后矮子将她引进了房间，房门被再次关闭，并且被彻底反锁。到了半夜，楼下梅拉蒂和矮子突然听到上面传来了动静，门把手不知何时掉在了地上。矮子疑惑自己明明已经锁好了门，女人不可能从里面出来。疑惑的两人拿着武器前来查看，结果却看到女人扭曲着身体从房里走了出来，然后进到了对面房间。两人赶忙上前查看，可来到房间后却发现空无一人。正当两人疑惑之时，女人竟从另一个房间中走了出来，全身扭曲着，一步步向走廊尽头走去，而她的眼睛也已经彻底变黑。不明所以的两人连忙跟了上去，只见女人披头散发的来到地下室门口，轻而易举的就将门锁拽掉。好像猜到什么的梅拉蒂急忙出声阻止，可为时已晚。女人扭头邪魅的笑了笑，表示她感知到了下面有一个醒来的灵体，她要下去将其带走。原来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人，只是恶灵幻化出的灵体。眼看自己秘密被知晓，梅拉蒂直接扣动了扳机，一枪将女人打进了地下室。可等两人来到地下室后，却看到女人毫发无损的出现在一扇门旁。女人身体开始慢慢发生变化，即便子弹打在身上，也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。随手摔翻矮子后，在梅拉蒂惊恐的表情下，一掌推倒了铁门。这下彻底激怒了梅拉蒂，她露出尖牙，嘶吼着冲上去与之展开搏斗。然而即便她爆发出恶灵的实力，却依然不是女人的对手，被直接扔飞了出去。而变成恶魔的女人则是转头走进了密室，而密室中则挂着2具尸体。正当恶魔四下查看这些尸体时候，一旁的黑影却是突然转过了身。女人被扭断了脖子，出手的正是梅拉蒂的母亲，而梅拉蒂拼死保护的2具遗体，则是她死去的孩子。为了能复活他们，梅拉蒂才会不遗余力地经营着旅店。然而，让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几天前一伙不速之客，却是打开了焚化炉，将旅店中最恐怖的恶灵放了出来。逃脱的怪物注定要回来复仇，而事情的真相也即将揭晓。